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思考的力量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实际影响。这可能会改变你对生活的看法，所以请仔细听。懂得去思考，便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你要明白，如果不愿劳心，就不得不去劳力。正所谓，想的越少，干的就越多，收获反而越小。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你能依靠的就是自己，你的天国就在自己心中。多少年来，人们无休止地争论着恶的起源。神学家们这样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的灵遍满宇宙。如果真是这样，上帝就是无所不在的了。那么邪恶、撒旦和地狱又在哪里呢？让我们看看吧。神就是灵，这个灵就是宇宙的创造性法则。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因此人也是精神的实体，而精神的唯一属性就是进行思考的能力。因此思考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所以一切形态都是思想过程的产物，外在形态的毁灭也是思想过程的产物。虚幻的形态表现是思想创造力的产物，显在的形态表现同样是思想创造力的产物。各种发明创造、组织结构以及建设性活动都是思想创造力的产物。比如在集中意念的过程中，当思想创造力彰显出对人类有益的结果时，我们就称这个结果为善；当思想创造力显示出对人类有害的结果时，我们就称这个结果为恶。这就是善与恶的起源。善，不过是人们用来描述结果本质的词语。这种结果一定是思考过程或创造过程的产物。思想不可避免地预示并决定着行为，而行为又预示并决定着一切境遇。精神即存在，它必然是固定、永恒、不变的。你的精神就是你的真我，没有了精神，你就什么都不是。你越是能够认识精神及其各种可能性，它就会越活跃。你可能拥有世界上的一切财富，但是如果你从来不知道这些财富的存在，也不懂得加以运用，它对你就没有任何意义。你的精神财富也是如此，如果你认识不到，也不会利用，它也就没有任何价值。获得精神力量的唯一条件是认识它，运用它。一切伟大的事情都是从认知而来的。意识是力量的权杖，思想是力量的信使，它们不断地把看不见的内在世界塑造成客观世界的环境和境遇。人生的意义在于思考，思考的结果就是获得力量。你这一生都在与思想和意识的神奇魔力打交道。如果你对这种自己明明可以控制的力量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话，那会有怎样的后果呢？如果你真的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去做的话，你就会受到表面条件的局限，使自己成为那些劳心者意识的驮畜。因为他们懂得去思考，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更明白，如果不愿劳心，就不得不劳力，想得越少，干得越多，收获反而越小。力量的奥秘在于对精神原理、能量、方法以及精神产物的透彻领悟，并能很好地理解我们与宇宙精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个法则是不可改变的，否则它就不那么可靠了。因此，一切法则都是永不改变的。这种法则的恒定性对你来说就是机遇。宇宙精神只有通过人类个体才能有所作为。你就是宇宙的活动渠道，你就是宇宙的动态属性。当你开始领会宇宙的精华本质就在你内心当中，宇宙的精华就是你，你真正的行动就开始了。你会感觉到你的力量如同火焰一般激发了你的想象力，点燃了你激情的火炬。这种能量能给你的思想注入生命的活力，让你与宇宙看不见的力量相联系。也正是这种力量使你无忧无惧地制定计划，并勇敢果断地去执行。然而唯有寂静是这种感知力的源泉，这是实现一切宏伟蓝图的必经之途。你只是一个进行想象的存在实体，
想象力是你的工作室，你的蓝图就在这个工作室中构想出来。对这种力量的本质的透彻领悟，是让这种能力体现出来的必要条件。你需要一遍遍地想象整个方法过程，直到你能够在任何需要的场合中加以运用，随之而来的就是无限的智慧。到那时，你就会随时随地感受到全能宇宙精神的有求必应。我们或许不知道内在的世界是怎样的，它离我们的意识太过于陌生遥远，但它却是一切存在最根本的事实。如果我们学着去了解它，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也包括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一切存在与环境的内在，我们就会明白，天国就在我们自己心中。我们的失败也是这同一个原理运行的结果。这个原理是不可改变的，它的运行是精确无误的，从来不会出现偏离。如果我们思考的是匮乏、局限、混乱，我们就会处处遭逢恶果；如果我们思考的是贫困、不幸、疾病，思想的信使也会像法院的传票一样把这些劫难带来。果之于因，如影随形，根源无他，都在我们的思想之中。如果我们恐惧灾难，那我们就会像约伯一样哭嚎：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如果我们的思想冷酷无情或愚蒙无知，我们也会同样把这些无知的结果召唤到我们身边。这种思想的力量，如果能恰当理解、正确运用，就会成为人类所能梦想到的最厉害的节约人力的装备。但如果误解它或是不恰当的使用，就很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借助这种力量，我们可以充满自信地去做每一件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种力量是一切灵感和天才诞生的秘密。拥有灵感意味着打破常规，摆脱俗套，因为超常的结果需要靠超常的手段来完成。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一切事物的统一性，认识到一切力量都源于内在，我们就能找寻到灵感的泉源。灵感是摄取的艺术，是自我实现的艺术，是个体精神根据宇宙精神做出调整的艺术，是运用适当的机制运行一切能量的艺术。这种艺术能使无形转化为有形，使个体成为宇宙无限智慧流通的渠道。这是一门尽善尽美的构思设想的艺术，一门实现无所不在的全能力量的艺术。我们应该接受并掌握这样的事实：无限的力量是无所不在的，因此它存在于无限微小之中，也存在于无限广大之中。明白这些，将使我们汲取到这种力量的精华。同时我们更要知道，这种力量是一种精神，因此是不可再分的。这样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地了解它的存在。首先要从理性上理解，继而要在情感上接受，它将使我们从无限力量的深海中尽情地啜饮。单纯做理性上的领会没有任何作用，情感应该发挥作用。没有情感的思想是冷冰冰的，思想和情感的结合才是必要的。灵感产生于内在，寂静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放松肌肉，感官静止，进入休眠状态。当你拥有了平衡感和力量感的时候，你也就做好接受信息、灵感或智慧的准备，而这些正是你形成目标所必不可少的。不要把这些方法同巫术混为一谈，二者全无共同之处。灵感是一种接受的艺术，为你的生活带来无穷福祉。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便是领会并运用这种看不见的力量，而不是让他们成为你的主人和统治者。力量意味着服务，而灵感暗示着力量。领会并运用这一灵感的规律，将使你拥有超人的力量。每次呼吸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获取更丰富的生命，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带着这种意图进行呼吸的话。如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目的意图掌握着精神注意力。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去做的话，那你实现的结果就和别人没什么不同了。这就是供应等于需求的道理。为了获取更多的供应，你的需求也应该增长。如果你有意识地增进你的需求，供应就会随之而来。你会发现，
你正在进入越来越丰富的生命、能量与活力的供应之中。其中的道理一点也不难懂，但是还的另外一个生命的奥秘是几乎从来不为人所知的。如果你能把它据为己有的话，就会发现这是生活中最伟大的现实之一。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活在它的里面，存在于它的里面，也在它的里面运动，并告诉我们，这个它就是个灵，它就是爱。因此每当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吸纳到体内的都是这种生命，这种爱，这个灵。这就是气能，或者叫气以太，它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可或缺。这就是宇宙能量，这就是太阳丛的生命。当呼吸的时候，我们把空气吸入我们的肺部，同时也吸入了这种气能，让生命本身注入到我们体内。因此我们有机会与全部生命、全部智慧、全部物质建立起联系，认识自己与宇宙法则之间的关系，知道自己与它和谐统一，让自己学会有意识地与它保持一致。这样你就能够掌握让自己从疾病、匮乏、局限中解放出来的规律。说到底，也就是能够让你呼吸到生命的气息。这种生命的气息是超自然的存在，这就是真我的精华，纯粹的本质，或者说就是宇宙存在。而我们如果能够有意识地与它保持和谐统一，就能使它扎根生长，并控制行使这种创造性的能量。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振动形式，环境的生成取决于我们的思想状态，因为我们所释放的能力正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必须是什么，才能去做什么。我们做的程度也取决于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和我们的存在本质相吻合，而我们的存在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每当你进行思考，你就开动了因果循环的列车，你所创造的环境完全与产生它的思想状态相吻合。思想如果能够与宇宙精神保持一致，那么就会引发相应的好的结果。而破坏性的或是混乱不堪的思想都可以运用，但是永恒不变的规律不会允许你种瓜得豆。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这些神奇的创造力，但一切后果须得自负，这就是来源于自由意志的危险。有些人可能以为通过意志的强制性作用可以迫使这个法则进行改变，通过意志力他们能够种瓜得豆。然而创造力的基本原理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想要通过个人意志的力量使宇宙力量依从我们的愿望是一种歪曲的理念。这种理念可能会获得一时的成功，但终究会落得个铩羽而归的下场，因为这种想法与他所寻求的宇宙力量存在着冲突。迫使宇宙与你妥协不过是个人的一厢情愿，这种用有限对抗无限的做法无异于螳臂当车。只有与不断向前运动的宇宙整体有意识的协调合作，才能最大程度地把握住我们永恒的幸福。进入到寂静的状态中，聚精会神思考这个道理，我们活在它的里面，存在于它的里面，也在它的里面运行。这句话是绝对精确的，你的存在是因为它的存在。如果它是无所不在的，那么它一定也在你的里面。如果它是万有之有，那么你一定就在它的里面。如果它是灵，那么你是按照它的形象和样式所造，而你和它在精神上的差异仅仅是程度之分，而作为它其中的一个部分，在特性上必然与整体完全一致。如果你能对这些大彻大悟，你就会认识到善恶之源，看到集中意念的神奇能量，找到解决所有问题的，不管是健康问题、收入问题还是境遇问题。深邃、透彻、符合逻辑的思考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一切过失、差错、迷信、盲从、谬论、狂热、偏激的公认的死敌。